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斧王》，这就是咱们的主人公罗奇，他拔出了这把火焰之斧。游戏的系统方面，一共3个操作键，一个跳跃，一个攻击，还有一个魔法键。魔法的话，每次释放都是全屏的攻击。每捡到一个魔法的道具，咱们的魔法会升一级，但是每次释放之后，等级会清空，最大是4级。这个设定听起来就非常像战斧，所以说这款游戏也会被传承战斧4代。其实它和战斧系列没什么关系的，可能很多小伙伴玩过红白机版的斧王，那也就是本作了。虽然这2个游戏的区别非常的大，几乎可以看成是2个游戏，但是呢，它都是一个公司做的，并且名字也一样。小的红色的道具就是加血。这把斧子之所以叫做火焰之斧，是因为咱们一段时间不进行攻击，它会进行蓄力，蓄满了呢就有一个强力攻击。这个设定红白机版也有。现在第一关是在森林里边，好，我放了一个魔法。魔法的设定需要玩家进行取舍，你或者是攒4个之后一起放，还是每捡到一个就放一次。毕竟每一个都是全屏的攻击，有护身的效果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攒4个的话，对 BOSS 的伤害是非常大的。好，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 巨蝎。这个巨蝎呢，你每砍掉1节之后，它又会长出一个新头。听起来有一点像蜈蚣长老。第一关过关了，第2关洞穴。游戏的剧情方面是这样的，有一个黑魔法师叫做阿格斯，他在湖里呢修建了一座巨塔，从这个巨塔里就出现了很多的魔物来入侵人类世界。这样主人公罗奇刚才也介绍了，是一个铁匠，他就在石头里拔出了这把火焰之斧。这个设定有一点像亚瑟王和石中剑，听着就非常的像。第2关的流程比第1关要长一些，难度呢也更高，因为出现了很多新类型的敌人，甚至有的敌人需要砍4斧子。咱们的平 A 还是比较好用的，对咱们的脑后也是一个保护，它攻击是一个弧线，但是也不能过于相信，是吧？我刚刚就被脑后的蝙蝠咬到了，现在竟然掉了2滴血。主人公其实还是非常脆的。刚才被敌人攻击了2下，掉了2滴血。到游戏的后期呢，有的敌人打你1下就掉2滴血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一不小心2、3秒，这条命就没了。街机版的剧情比较简单，但是画面效果要比红白机版好多了。红白机版的剧情要更加的复杂，之前我也给大家录制过一期速通，可能有些小伙伴还记得，有些已经忘了，我给大家再回顾一遍红白机版的剧情。红白机版的敌人叫做黑角，黑角呢入侵了王国，并且把玫瑰花公主抓走了。这个公主呢就派出了一个小精灵，穿越到了人类的世界，把主人公呢带到了他们的世界，这样主人公最后击败了黑角。但是公主呢卸磨杀驴，把主人公就送回来了。送回来之后，之前的小精灵被公主复活了，因为小精灵在冒险的途中呢牺牲了自己。复活了之后，这个小精灵就来到了人类的世界找主人公，2个人就在一起了，也没算白忙活，是吧？起码不再是单身狗了。那这2款游戏看起来街机版的画面虽然更好，但实际上呢，它出品于1989年，红白机版的呢出品于1990年。画面方面是受到机能的限制，但是晚出了1年，在剧情上设定就更加丰富了。前方不远就是第2关的 BOSS 战了。第2关拿刀的这个敌人要砍4下，
蓄力的话一下也砍不死。又捡到了一个盾，这个盾的作用是抵挡身体前方的攻击一定的次数，它也是有耐久的。这个 BOSS 咱们先占一个安全位，砍他的脚。修脚流，那打他一般的打法是这样的，就是跳到最上层去，不断的续最大攻击，最大攻击好了就下来给他一斧子，没好呢就跑。但是我觉得既然每关过关之后血量会加满，咱们可以适当的和他拼血，提高一下效率。你看这个 BOSS 长了4只手，我觉得最开始可能设定不止4只手，但是呢因为街机版的技能也有限，手太多了呢活动块也很多，所以说最后就保留了4只手。第3关就是在湖上了，这关新敌人也有不少，而且这种雕像呢也会伸手攻击咱们，但是如果这个雕像残破了，它就不能打咱们了。水里的青蛙用枪，它这个枪看起来打得非常远，但实际上呢它的攻击范围要小于咱们。这款游戏如果想玩好的话，一定要熟悉自己的攻击范围。我的盾已经碎了，哎，他扎了我一枪是吗？他懂不懂啊？斧克枪啊，不是枪克斧，枪去克剑啊。肯定没玩过火纹系列，这个原谅他了，原谅他一次。加分的道具就是红宝石和蓝宝石，那本作奖命还是非常多的。我现在3条命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把你的蓄力蓄满，大概相当于平 A 3下。这是一个大回复，我要等一等。哎，这个货没打我。后面这个应该是个有用道具吧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！这里 BOSS 战了 ，BOSS 是一个双头龙，会吐火。看他打我一下2滴血啊，所以说主人公还是很脆的，一共才4滴血而已。打这个龙被打2下也就没了。剩一个头了。BOSS 的血量在屏幕的右上，是用小红点来表示的。大概4斧子可以砍掉1个小红点。在这里还有过场动画呢。那一会儿第4关过关的时候没有过场动画，它和第5关联系的特别紧。第4关有一定的难度，但是因为没有 BOSS 战，所以说还可以。这个骷髅让我想起了恶魔城系列的红骷髅，砍倒1次之后它还能爬起来。前方给了一个大回复啊！哦，我放了一个魔法。哦，敌人好多呀，而且是一个混合兵种。我的盾又被打出缺口了。又给了个大回复啊！这关的血还是比较厚的，可以浪了。把这2个清下去。目前为止，这些敌人还算是比较简单吧，没有特别难对付的。那到第5关就不一样了。好，这里进门就过关，马上就切第5关。这种食人魔非常的抗打，大概要砍7下左右，但是它有弱点，就是它跳在空中的时候被砍，每被攻击1次有2次判定，咱们可以利用这点。
这种新出现的女精灵，如果你把它爆一了，它就跑了。这应该是一个魔法，拿着吧。这里的难度就很高了，但这里还不是本关最难的地方。本关最难的地方是从上楼梯之后开始的，这也是整个游戏最难的地方。所以给我的感觉，这款游戏的难度曲线不是特别的合理。刚刚这两个精灵跑回来了，我也都收了。这种还不收。刚刚右边下来的用流星锤的家伙是这个游戏最难对付的敌人，并且你上了楼梯之后，前方有好多个，有的时候甚至呢是前后夹击。两个一起上我根本受不了啊！红骷髅，这里的难点有几个方面吧，一种是敌人非常强，像刚刚用流星锤的敌人，打你2下，这条命就没了，因为他一下是2滴血。而且呢，你打他需要打4下，这个盾被烧的缺口了。另外，这里的时间也不大够，大家注意屏幕上方的倒计时，这个时长也不大够。我等着续他一发，往回跑。哎，这里呢，我采用了一个权宜之计吧。因为我蓄力实在是不够了，蝙蝠太多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撞了一下蝙蝠，然后利用自己的无敌时间把刚刚那个强敌干掉了。因为你撞蝙蝠的话是掉1滴血，你如果被这个货搞到就是2滴。这个原理很多小伙伴比较容易理解。我记得当年在玩街机平台的雌虎战机的时候，感觉自己的飞机马上要被打了，那自己的飞机就向地面撞一下，这样获得一个无敌时间，而且呢伤害也非常小。有难点的部分基本上过来了，但是呢本关还有一个难点，这个难点是我自己给自己设定的，因为我要给大家演示一个 bug， 有可能演示不成功会挂一条命的，因为场面比较混乱，想要达到 bug 的条件不是很容易。好，差不多了啊，我这里剩1滴血了，跑，咱们带一个红骷髅到本关的 BOSS 这儿，在 BOSS 这里把红骷髅干掉，这样 BOSS 可以卡很长的时间不动。运气好呢，你可以一直砍死他；运气不好呢，也给他留几滴血而已。好，他跑了，剩3滴血跑了。你想砍他的话，要蹲在他脚前，或者站在脚前，总之要非常近，这样把这个 BOSS 干掉。BOSS 打一下2滴血也非常的疼。第6关。同样这里没有过场动画，那第6关呢，大家看起来就非常熟悉了，是一个异形的场景。而且呢，咱们现在干掉的这些敌人一看就是爆脸虫。这个剧情就魔幻加科幻了，是吧？看后面墙上异形这个形象真的太经典了。其实很多早年的游戏，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、90年代初期的游戏，都受到异形的影响，甚至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魂斗罗。大家想一下，当年魂斗罗的很多的 BOSS、小兵、场景都和异形有关。爆脸虫跑得太快了，刚刚咬了我一下。那本关我感觉几乎不可能做到无伤，因为异形跑过来，有的时候你都来不及砍它，它在你2个挥斧子的间隔就跑过来了。BOSS 战，咱们砍这个异形的话呢，它就会进入一个硬直，收招比较慢。它伸2次手之后会跳，
好，咱们可以利用这一点继续输出，一会儿蹲下砍。OK， 通关。这样通关之后呢，就把恶魔阿克斯建造的这座塔给拆掉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斧王》，也叫斧头战士，甚至叫战斧4代，甚至叫战王之王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了啊！游戏的别名比较多呀，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